19号呢，菲律宾方面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天晚间发布消息称，已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观察指出，菲美此类行动的军事意义不大，政治作秀色彩更浓厚。菲律宾不实炒作，意在拉大旗做虎皮。 南部战区通报，2月19号，菲方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空中巡逻，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一线海空兵力严密监控，情况尽在掌握。战区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据菲律宾空军发言人同日通报，菲方3架 FA-50战机与美军1架 B-52轰炸机当日在菲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联合空中巡逻，范围涵盖南伊罗戈省坎东以西90海里和明都洛岛卢邦西北50海里的地区，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提高空军执行保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任务的能力。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菲联合南海巡逻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这次已经是第3次。 每一次他们挑衅，解放军都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观察指出，这次美菲联合巡逻的作秀性质明显，实际作战效能则差强人意。因为美国派出的是 B-52战略轰炸机，这款战机首飞于1952年，机动性能差，自卫能力、战场生存能力低，需要其他战机进行护航。但菲律宾派出的是 FA-50战斗攻击机，属于轻型攻击机，给 B-52护航是小马拉大车，性能严重不足。 是美国一方面借此向菲律宾展示我是支持你的我是愿意在军事安全领域里边来扶持你。那么菲律宾呢也表现出一定的诚意或者热情，来跟美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配合。他们主要的目的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军事安全上的这种意涵，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菲律宾武装力量发言人帕迪拉的说法，美菲正在筹备今年4月举行代号“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演。去年的肩并肩为史上最大规模，并首次进行了实弹演练。而今年菲方宣称规模将超过去年，演训科目设计的复杂程度也将创纪录。1月底，菲律宾军方北旅宋司令部司令官到访该国北部的马武利斯岛，他还透露，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就以此岛为起点。马武利斯岛地处巴士海峡，是菲律宾最北端的岛屿，距离吕宋岛约300公里，但距离中国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仅有大约140公里。该岛面积1.1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但菲军的一小支部队驻扎在这里，建设有少量军事设施。另据香港南华早报2月14号报道称，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今年可能将近1半的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以发出所谓威慑中国和朝鲜的信号。报道称，3艘美国航母已经在西太平洋运行，还有2艘即将抵达。他们的到来将标志着美国11艘航母的5艘首次同时在该地区执行任务。报道指，今年2月5号，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航母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驶向西太平洋。美国海军也证实，已完成维护保养的华盛顿号航母今年将重返日本横须贺基地，取代里根号航母，成为美国第7舰队航母打击群的核心。而里根号将离开日本，返回美国进行维修保养。值得注意的是，里根号航母正处于躺平阶段，已经连续多月没有出港。美联航当地时间20号表示，该公司一架从旧金山飞往波士顿的波音757-200型客机，19号因为机翼受损而改道前往丹佛。2024年才过去2个多月，波音客机已经出现了多次故障。上个月先后有波音737、747机型在飞行当中发生故障，其中一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专机。美联社20号报道称，19号美联航354号航班飞行途中，一名飞行员宣布飞机右侧机翼轻微受损，航班改道前往丹佛。一名乘客表示感受到飞机在晃动，并听到剧烈震动的声音。该乘客所拍视频显示，右侧机翼的一块缝翼损坏，断裂处参差不齐，在风中上下翻动。缝翼是机翼前部可移动的板，为飞机起飞时提供更多升力，所以在着陆时帮助减速。这架波音757-200型飞机上有165名乘客，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该乘客介绍，很快飞行员也走出驾驶舱来查看受损情况。Well, this isn't good. The wing is
partially coming apart, and we're shaking so hard, I can't believe it. 近2个月，美国波音系列机型已发生多次事故，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专机也不能幸免。就在上个月17号，布林肯出席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本准备和团队一起乘坐由波音737客机改装的专机返回美国，不料一行人登机后却被告知飞机出现泄漏氧气的严重故障，要求他们即刻下机。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was briefly stranded in Switzerland on Wednesday after his plane experienced what a member of his traveling press pool said was a, quote, critical failure related to an oxygen leak. 美国官方当时紧急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调派了小型飞机救急，至于其他随行人员和记者等，则改乘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还专门提及此事。There's a mechanical issue. I don't know the nature of the mechanic. There's a mechanical issue with his plane. The Air Force has a replacement plane inbound. We expect him to be back. 美国空军发言人莱利事后称，布林肯乘坐的专机是经过空军改装的737旧型，并非最近有重大问题的737 MAX 9。该公务机由美国空军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拥有和运营。相较之下，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则是由波音747飞机改装而成的 VC-25A 飞机，造价高达3.5亿美元。没过多久，上个月18号，美国阿特拉斯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8型货机又在起飞后不久于空中起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在这架飞机的其中一个发动机上方发现了一个垒球大小的洞。Oh my God, it's on fire! Oh my God! 波音公司近年来风波不断。2018年和2019年，波音客机先后在印尼、埃塞俄比亚发生2次空难，并造成346人遇难。涉事737 MAX 型客机被要求终止运行。祸不单行，上个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投入运营仅8周的737 MAX 9型客机起飞后不久，一个舱门在半空中爆裂。初步调查显示，是一个锁紧螺母丢失。波音公司声明称，故障应由生产飞机舱门的马来西亚供应商负责。机舱门脱落事件后，737 MAX 9机型也被停飞。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延迟了737 MAX 全系列飞机的认证和交付。波音公司的生产和制造乱象问题由来已久。美国资深记者、作家彼得·罗比森在《盲飞》一书中指出，波音在1997年收购竞争对手麦道后，以盈利为中心的导向使波音对公司管理、研发、生产进行压缩和简化。为了跟空客新机型竞争，波音公司没有进行足够测试和验证，就匆忙推出了737 MAX 客机，为日后飞行安全埋下隐患。波音公司如今还将大量零部件生产工作外包，仅承担最终的组装工作。外界指出，过度依赖外包生产，忽视品质把控，会造成产品竞争力下降。波音公司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第3季度，公司总负债1510亿美元，总资产1343亿美元，以资不抵债。分析认为，这是公司治理失能的必然结果，也是受累于美国偏狭产业政策的体现。作为曾经美国制造的龙头品牌，波音的问题折射出美国制造业的困境和衰落。好，我们把视线转向岛内。台新一届立法机构首次会议20号开议，第一天就上演大戏，出现了肢体冲突。有岛内舆论锐评，这是台立法机构首次这个席次减半后首届3党不过半的情况。那么蓝绿白没有一方占到便宜，3党吵不停，恐将成为立法机构未来4年的缩影。作为新一届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韩国瑜，当天的表现也受到了岛内舆论的热议。新一届台立法机构20号召开首次会议，邀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做施政报告，并接受总质询。不料立法机构还没正式开议，在野的蓝白2大党团就暗自掐起来，导致原本要用于核工绿营的食品安全议题破局。据岛内媒体披露，为了在新一届立法机构首次会议的首秀，各方都磨刀霍霍。蓝营方面祭出假期动员，召开党团会议，准备在5大战场与民进党当局展开攻防。深圳卫视注意到，由于春节前爆出的台糖猪肉片瘦肉精风波，食安议题被国民党方面列为了攻击民进党当局的首要任务。民众党团方面也计划在这一议题上发力，与绿营进行质询交锋。
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在立法机构所有党团按程序进行协商时，国民党团提案邀请陈建仁在次日的会议上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团也表示愿意接受挑战。有观察认为，按理说这份提案理应顺利通过，成为韩国瑜主导的第一项立法机构党团成功协商记录。但是，民众党团却临时突然发难，要求21号针对食安问题加开协商会议。马上，民进党方面也声称要23号才能进行商议。最终，韩国瑜选择妥协，以立法机构负责人身份裁定择期协商。原本板上钉钉的事儿，突然打了水漂，引发国民党不满。我认为在议题上面还是要合作，但是如果今天你只想当老大，你只想冲你自己的声量，你只想说我才能主导这整个议题，其实我们大家合作起来就会非常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食安报告，我个人认为民众党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实际上，岛内舆论在选后就已经指出，虽然民众党只掌握了8个席位，只有其他2党的约15%，但由于蓝绿席位数十分接近，反而让民众党获得了关键少数的优势。换句话说，民众党支持谁，谁的法案就会过关，反之亦然。对于这次民众党方面突然发难，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就警告说，民众党未来的角色应以监督为主。因为想要有声量，就必须和国民党分进合击。但如果未来民众党都像这次一样，蓝白共同监督民进党当局的难度恐怕是100倍。我觉得民众党其实他想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他能够左右整个政治的一个主导性，也就是被媒体戏称的8席当80席用，蓝绿不过半，让他中间，所以他看起来想做这个杠杆。可是问题就来了几个点嘛，第一个，不一定蓝绿买你的账啊。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个别的小委员会，看来白银是几乎拿不到的。第二个就是白银想要主导，却弄巧成拙。值得注意的是，开议首日，台立法机构就爆发激烈争执，一度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党的民代齐聚质询台前，拿出预先准备的标语、麦克风及喇叭音箱，高呼“我们要食安，孩子要健康”等口号，并要求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为台中市查出含瘦肉精猪肉道歉。我们要食安，孩子要健康，孩子要健康。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还当场呛声，称高雄查出辣椒粉含致癌物质苏丹红，要求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立法机构说明。不料受陈其迈一路照顾提拔的民进党籍民代黄杰突然大抓狂，跳起来冲上前就要抢罗志强麦克风。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见状，一个箭步挡在中间，当场制止黄杰的动作，场面混乱。黄杰呢，他冲过去罗志强的面前伸手哦，他是已经伸手要抢他的麦克风，要去做肢体的触碰。那你知道这年头男孩子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对于开议首日闹剧频频上演，岛内舆论早已见怪不怪。有网友表示，熟悉的立法机构回来了，并嘲讽民进党在立法机构输了就作乱。还有舆论讽刺，黄杰明明开记者会说不做个人政治综艺秀，今天却对媒体喊话，推搡间还没忘记看镜头。这种表现也好，作秀也好，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有，只要能够上媒体，只有用丑的方式来表现他愿意。可是事实真相是他想要表现，可是表现抓错了议题，他的表演抓错了对象，然后他抓错了场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党团的表现，他们全程没有参与蓝绿的争斗，而是做起了看戏观众。不过冲突也没有持续太久，韩国瑜及时出声。现在我们继续开会好吗？好。随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发声，蓝绿民代渐渐停止打口水仗，陈建仁得以上台发表施政报告。随后，针对民进党当局春节前突然下令6月起再度禁止台湾旅行社组团到大陆旅游，引爆旅游业者怒火。国民党及民代在质询环节发起穷追猛打，质疑为何选前说要开放，选后就原形毕露，炮轰民进党当局的行为损害自身利益，关起两岸交流大门。2月7号喊停
是您的意思，还是赖清德的意思？我告诉我就好。不过我们居然是拿自己的旅游业者来开刀，是谁的指示？台湾联合报21号的评论指出，台新一届立法机构在一片喧哗声中登场，而对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蓝营是故弄玄虚，绿营则上演拖字诀，民众党则趁乱突袭。在3党不过半的情况下，这样的场面一点都不奇怪。蓝绿白3大党团不是正在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立法机构开议首日的乱象，恐怕是未来4年岛内政坛的缩影。但首次担任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韩国瑜仍然承载了岛内不少民众的期待，希望他未来在监督和掣肘民进党掌控的行政机构上发挥更大领导作用。韩国瑜在19号上午举行的新春团拜会上，谦虚表态，称自己是新同学，也立下军令状，要求每个单位螺丝一定要拴紧。他表示，期盼未来工作能顺利展开。他身为立法机构龙头，一定要通过各种有利民生的法案，落实苦民所苦。最困难就是今年，尤其是第一会期前几个月这一段时间，他必须要非常谨慎的应对这些东西。那我觉得韩国瑜的质变会是在第2年，好的大概这个一半之后，他慢慢站稳的脚跟，威信建立起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会更多的看到他担任一个龙头，如何让我们的立法机关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监督执政机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跟效果。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立法机构都是争争吵吵，但是像台湾立法机构的这种混乱无序和骂大街的做派还是比较少见的。台湾立法机构出现这种打烂仗，大概有3个原因。一，这是新当选的民意代表的首次会议，新老代表都有抢镜头、博眼球的冲动，要让选民首先认识自己、记住自己，以便在下次选举当中给自己投票。二是这一届台湾立法机构呢，没有一个党是过半数，就不容易形成共识，谁也不服谁，就连开会都显得乱哄哄的。三是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本来就很混乱，立法机构的选举也是如此。这种做派现在得以延续，说得更深入一些，在网络时代，西方选举制度更多的沦为部落政治、网红政治，为博眼球而不务正业，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等初次会议过后，当民意代表的热烧饼时期过后，那么台湾立法机构也许会稍好一些，但要形成立法共识还是很难的。立法机构的负责人韩国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2名生还的大陆渔民在接受大陆媒体渔渊谈天采访时表示，渔船是被台海巡部门舰艇故意撞翻的。此前，台海巡部门声称涉案大陆船只是在蛇形拒检时不慎翻覆，但20号台方涉事执勤队员的说法，加上生还大陆渔民的讲述，让台海巡部门无法再掩盖事实，只好自己打脸自己，承认船身多次接触。当天的经过12点多，我们就开车出去，到12点50，就看到宝鸡开起来了，就冲动我们的船开起来了。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开几张，万一转不翻不掉，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冲一下，把我们顶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面逃出来。4个人只有2个上岸。我们2边的渔民打鱼，我们没对他怎么样。他们以前当我们这样，我们对他们很好。这一次他对我们这样太失望。我们安全了，已经回来到了，我就很开心了。你们是很早就盼我们早点回家，你们想尽了一切的办法，谢谢你们。据台媒报道，20号下午，2名遇难渔民家属赴金门处理后事。在台媒追问是否要告台海巡部门时，家属们神情凝重，并一直保持沉默。而泉州台办官员则对台湾方面呼吁道，要尽快查明真相，还遇难者家属公道。粗暴驱离福建渔民，了解人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然而，此时台方海巡部门相关负责人仍咬死不承认有粗暴对待大陆渔船。请你用词的部分要修正，绝对没有什么粗暴的方式。据台湾联合报21号报道，台海巡部门原本声称涉案大陆船只蛇形拒检不慎翻覆，未提及碰撞一事。
而在遇难者家属和大陆方的强烈要求下，台海巡部门并不能拿出执法过程的视频，还辩称负责搜证人员在高速追逐状况下需专注维持平衡，未能及时拿取搜证器材。台当局的这番辩词引发舆论质疑，有网友表示真是自欺欺人，还有网友怒批且有时间拍救人画面，没时间搜证就更令人怀疑。更令人气愤的是，台海巡部门公布的打捞救人画面中，明显能听到背景有嘻嘻哈哈的声音。随后，金门地检部门介入调查。金门地检部门主任检察官施家荣20号晚间称，经讯问，金门所谓海巡队的执勤队员承认，当时双方都高速行驶，不慎发生碰撞，大陆船只当场翻覆，4名船员因此落海。这个说法曝光后，台海巡部门才发新闻稿承认船身多次接触。对此，有岛内网友嘲讽台当局，难怪不敢讲真话，原来是闯了大祸。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虽然台地检部门声称，经调查，涉案台海巡部门舰艇确实没有安装自动执法录像设备，执法人员也未能及时手动录制执法录像，导致案发过程影像缺失，但外界仍有许多质疑声。怎么可以有海巡船没有装船上监视器呢？是。那你这个已经公然违反规定了，哦，那这个你也要处理啊！你说没装就没装啊？按照海巡的规定，船上都是要装的啊，因为就有人一个翻出澎湖的海巡的执法的一个录影带，也贴在 YT 上了啊。就那澎湖人家那个船就有装，你金门这个船怎么会刚好没装啊？这个所以金门更需要装啊！我跟你讲，所以人家怀疑一件事啦，因为澎湖那个一定是大部分是走私嘛，对，那基本是直接是两岸的事件了，对不对？那更要装啊，哦。有人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录影带你早就拿到了，而且紧追对方蛇行要绕跑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蛇行？对，直接飙出去就好了。是啊，那不是走得更快吗？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拿枪瞄准了？不然你为什么要蛇行？有评论员表示，台海巡队伍有3个录像设备的标配，怎么可能刚好都没开启呢？第一个是在他的头盔上有一个摄像机，对，那是一个标配，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假设他在执法的时候不需要戴头盔，他戴的是一般的便帽，那他的摄像机有2种，一种是憋在这个胸口前面的，就像我们看到那个我们的警察的密录器装在胸口前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个随行的另外一位海巡署的官员，他是拿的这个摄影机。既然海巡署的官员都有这个基本的标配，难道全部的人都不开？我才不相信。这第二个。第3个，执法的期间你没有开摄像头，这是严重违反执法纪律。对，这是可以被处分的。而且是要重处分。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王玉敏则批评台湾相关部门高层的处事态度。任何类似这样的事件，第一个时间你一定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跟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做得很好。民进党主席赖清德21号就该事件表达3点态度：妥善处理、坚定执法、避免再现。台防部门主管邱国正也表示，为避免升高冲突，台军不会主动介入。我们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不会主动介入我们介入的话会升高冲突我们不乐见。好吧，大家是这样很平和的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好。昨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再次对渔船翻覆事件进行回应。朱凤莲表示，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此次渔船翻覆事件绝非孤立。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方粗暴对待大陆渔民，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随意抓扣大陆渔船渔民事件频频发生，严重损害大陆渔民利益，给大陆渔民群体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伤害大陆同胞感情。朱凤莲强调，人命关天，公布真相天经地义，严正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郑重向遇难者家属道歉，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